宁静的小镇发生一起凶案，一家9口中有4人遇害，5名幸存者平均年龄不到7岁，其中3名是寄养儿童。谁会对这样一个富有爱心的家庭下此毒手？他的动机又是什么？接下来就为您讲述这个故事。在佐治亚州的图姆斯县有一个小镇，名叫圣诞老人。小镇虽小，却正如它的名字那样，拥有众多关于圣诞的主题景点，比如圣诞老人糖果城堡、圣诞老人博物馆等等。小镇的总人口仅为204人，这里很小，但很特别，居民们大都互相认识，就像一个大家庭。小镇中央的一块标牌上写着：圣诞老人是孩子们爱的城市。这里的确是孩子们的乐园，但在1997年12月4日，这里却成了地狱。丹尼尔斯一家居住在圣诞老人镇达舍街碎石路的高处。女主人金·丹尼尔斯出生于1964年，当时33岁。她在3岁的时候亲眼目睹父亲被杀害，并成为了一名寄养儿童。10几岁的时候，她第一次失去了自己的孩子，然后回到了福利院。18岁时，她选择离开福利院，开始在街头流浪。她住在一辆废弃的小车里，并沉溺于违禁品和酒精之中。直到1991年，金决定要改变自己。在一次参加互助会的时候，她遇到了比她大14岁的丹尼·丹尼尔斯。丹尼在县治里昂做邮递员，是一个温柔善良的人。他虽然收入不高，但对金非常好。2人相识不久后便结了婚。婚后，金戒除了恶习。几年后，夫妻2人育有3个孩子，他们分别是大女儿安博以及一对龙凤胎布鲁克和布莱恩特。可能是因为童年的遭遇，金非常同情无家可归的孩子，因此夫妻2人又收养了4个孩子，并决心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他的孩子们。丹尼尔斯的家距离1号公路很近，一家9口人住在一栋红砖房里。房子有着长方形的烟囱，它位于2个鲶鱼池塘之间，附近有高大的松树和缠绕的葡萄藤蔓。此外，他们还在房子的后面种植了维达利亚甜洋葱，算是一项副业。1997年12月，金已经开始为圣诞节做准备，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节日。客厅的一角早早地装扮了圣诞树，树下摆满了精美的礼物。此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些礼物将摆放很长一段时间。12月4日星期四凌晨3点左右，家住佐治亚州阿尔玛郊外的一位农民和他的妻子被家中狗的犬吠声吵醒。他们透过窗户向外望去，看到3个小女孩穿着睡衣，光着脚在路上走着。他们商量了一下，然后选择了报警。几分钟后，警车便来到了现场。他们找了一大圈，才发现了躲在灌木丛里的女孩们。其中年龄较大的女孩告诉警员，她叫安博·丹尼尔斯，她和2个妹妹刚才被绑架了。说话时，安博还在浑身发抖。随后，警员将他们带回了警局，并对他们进行了身体检查。在这个过程中，警方发现安博有被侵犯的迹象，因此警方提取了安博体内的 DNA， 并在女孩情绪稳定后与她进行了交谈。在交谈中，警方了解了更多信息。安博今年10岁，另外2个分别是他9岁的妹妹布鲁克和8岁的妹妹阿曼达。他们住在圣诞老人镇的达舍街，那里距离他们被发现的地方大约70公里。安博还将自己家的电话号码告诉了警员。警员试着拨打了安博家的电话，但却一直无人接听。凌晨3点50分左右，2名警员来到了安博的家。警员麦克哈林是其中之一，当时他任职还不到9个月。在之前的几个月中，他都是作为副手和搭档一起进行巡逻和例行检查，只处理过一些轻微的犯罪活动。而这一次有些不同。他们走到门口，发现门是虚掩的，屋内一片漆黑，婴儿的啼哭声和收音机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尽管他们多次喊话，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这让哈林感到更加不安。于是他打开手电，拔出配枪，然后缓慢地进入房子。大门不远处就是一间次卧，在那里他看到了血腥的一幕。一个7、8岁的小男孩躺在双人床的上铺，手里还抱着泰迪熊，
他的头部遭到枪击，面部已经无法辨认，天花板和玻璃窗上都有奔溅的血迹。哈林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缓慢地移动脚步，在确认房间没有人后退出了次卧。这是哈林第一次遇到凶杀案，他向调度汇报了情况并请求支援。接下来在他经过客厅时，一个小男孩从桌底钻了出来，他大概5、6岁的样子。在看到哈林时，他举起了双手，从他惊恐的眼神可以看出他受了不小的惊吓。而此时的哈林同样很紧张，他庆幸自己没有扣动扳机。男孩指了指主卧的方向，按照他所指的方向，哈林走到门前，门把手上有一些血迹。为了不破坏现场，他用指尖轻轻推开了半掩的房门。即使他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被屋内的景象惊呆了。卧室内有一男一女2人，浑身鲜红地躺在床上，女子面部中弹，已经难以看清样貌，男子则是后脑中弹，2人应该都是被近距离射杀的。房间里到处都是人体组织和血迹。更令人心痛的是，一个不到1岁的孩子一边抓着床单一边哭泣，他似乎还在试图叫醒妈妈。而在卧室的一角还有一个身穿睡衣的女孩倒在室内台阶上。卧室内的3人早已失去了生命。为了最大程度保留犯罪现场，哈林抱起孩子退出了卧室。这真是一个疯狂的夜晚，平静的圣诞老人镇从未发生过如此恶劣的事件。这是一起4重谋杀案，受害者分别为43岁的男主人丹尼·丹尼尔斯、33岁的女主人金·丹尼尔斯、16岁的养女杰西卡，以及8岁的男孩布莱恩特。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警方仔细地对现场进行拍照和录像，还收集了现场的血液和其他生物样本，并根据来源和位置进行标记。他们尽可能地收集现场所能找到的毛发和其他纤维样本，以及寻找潜在的可识别的指纹。警方在主卧的地板上发现了几枚20千斤霰弹枪的弹壳，弹壳筒上还附着着身体组织的碎片。在客厅的地板上有一个烟头，可能是凶手留下的。警方推断凶手是从房子2楼浴室的窗户进入房子的，因为窗台上留有向内的指纹。凶手在作案后没有带走任何财物，房子也没有遭到破坏，因此警方怀疑有可能是熟人作案。尽管现场一片狼藉，收集的证物数量众多，但警方没有在现场找到凶器。取证工作完成后，现场所有的物证都被送往犯罪实验室进行检查。丹尼尔斯一家的尸体则被送往法医实验室。根据法医推断，4名受害者的死亡时间均为12月4日凌晨，死亡原因都是头部近距离中弹。凶手使用的凶器是雷明顿1100霰弹枪，但不确定凶器是凶手自带的还是从案发现场获得的。整个房子里一共发现了7个用过的弹壳。一名枪械专家证实，雷明顿1100霰弹枪可以装填6发子弹，因此凶手至少装填过1次弹药。第二天，此案就在图姆斯县传开，警方知道他们必须尽快破案，以此安抚周边居民的不安情绪。图姆斯县警局警长查尔斯下令封锁案发区域，并禁止任何未经授权的人进入，同时还为此案成立了专案调查组。法医、刑侦专家和地区检察官均赶到了现场。图姆斯县检察官里克·马龙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目前正在全力调查，虽然还不清楚这场午夜凶案的动机，但初步推断这不是一次随机犯罪，凶手可能是认识这家人的朋友，或者至少认识他们中的某个成员。警方首先对案发现场周围的邻居进行了询问。由于当地的房子分布比较分散，所以案发时并没有人听到枪声。但几乎所有认识丹尼尔斯夫妇的人都认为他们充满爱心，并会尽力帮助社区的人。同时，他们还是虔诚的教徒，经常参加教会举办的活动。夫妻2人性情温和，实在不知道他们会和谁结怨。夫妻2人共同的朋友瑞秋也证实了这一点。瑞秋告诉警方，他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是在4号早上，他的一位也认识夫妇2人的同事
急匆匆地找到他说，他听说丹尼尔斯家出事了，丹尼昨晚杀了他的家人，随后开枪自杀。瑞秋完全不相信这个传言，因为他知道丹尼很爱他的家人。尽管如此，他还是对此感到恐惧。但当他了解到丹尼中枪的部位是后脑勺时，他确信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通过瑞秋的描述，警方进一步了解到丹尼尔斯家的家庭情况。夫妻两人除了自己的3个孩子外，另外4个孩子都是他们收养的。他们分别是16岁的女孩杰西卡、9岁的女孩阿曼达、5岁的男孩科里以及10个月大的男孩加布里埃。而警方在70公里外找到的3个女孩则是10岁的安博、9岁的阿曼达以及8岁的布鲁克。此时3个女孩还在阿尔玛警局。一名女警员穿着便服与安博进行了交谈，她从安博口中大致了解了他们当晚的遭遇。12月4日凌晨2点左右，安博被巨大的动静惊醒，在他还没有分清状况时，一个认识的哥哥杰瑞出现在他面前。杰瑞看起来非常着急，并让他赶紧起床跟他走。安博问发生了什么，但杰瑞说现在来不及告诉他。当安博想去叫爸爸妈妈时，杰瑞跟他说，爸爸妈妈已经和其他孩子一起离开了，是他让我来接你们3个女孩子的。然后他又叫上阿曼达和布鲁克，4人一起下楼来到1楼。当时安博在客厅看到了5岁的科里，他躲在厨房的桌子底下瑟瑟发抖。就在他犹豫不决时，杰瑞一把把他拽出了门。他们被推上一辆红白相间的面包车，然后杰瑞开车带着3个女孩离开了。安博告诉警员，杰瑞是他们家以前收养的一个女孩安娜·莫里斯的哥哥。安娜和安博年龄相仿，他只是想暂时逃离不稳定的家庭才离家出走，是福利院安排安娜住在丹尼尔斯家的。在此期间，安博和安娜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安娜的妈妈和哥哥杰瑞也经常来家里看安娜。杰瑞很有趣，经常跟他们一起玩。孩子们喜欢骑在杰瑞的肩膀上，杰瑞还带他们玩蹦床和钓鱼。他偶尔还会在丹尼尔斯家过夜。他对孩子们很友好，很亲切，只是跟大人关系好像不太好，但他们并不在意。后来安娜在丹尼尔斯家待了45天后回到了她妈妈的身边，杰瑞也就没有再来过了。安博回忆说，在汽车上，杰瑞通过后视镜时不时地看着坐在后排的他们。当时他感觉杰瑞有些奇怪，于是鼓起勇气问爸爸妈妈在哪儿，但没有得到回应。一路上3姐妹感到非常害怕，她们紧紧地蜷缩在一起。当汽车行驶到打舍街的尽头时，杰瑞左转上了1号公路。大约开了半小时左右，他们来到巴克斯利大桥。杰瑞将车开到桥下并停了下来。桥下一片漆黑，只有一条泥泞的小路。安博在后座紧紧盯着杰瑞，杰瑞让2个妹妹坐到前排。此时安博意识到了危险，他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并惊恐地问杰瑞想要做什么。杰瑞让他把衣服脱掉。此时前排的2个妹妹紧紧地抱在一起，她们哭着看向安博。杰瑞告诉安博，如果他不停止哭泣，他就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2个妹妹。安博不得不照做。之后杰瑞回到驾驶座继续往前行驶，2个妹妹也不敢再哭泣。在安静的车厢中，恐惧笼罩着3个女孩，她们一直在默默地祈祷。车又行驶了大约半小时，杰瑞在一座小桥的桥头停下，并将3个女孩赶下了车。杰瑞从车里拿出一把长枪，朝着桥边走去。正当他准备将枪丢进河里时，此时安博的脑海闪出一个念头，现在就是机会。他大喊一声快跑，3个女孩就开始朝着回家的路逃跑，但是她们没有穿鞋，所以根本跑不快。布鲁克就被杰瑞抓到了，他警告安博，如果不听话就再也见不到他了。3姐妹再次回到那辆车里，杰瑞带着她们继续往前开。当行驶到阿尔玛附近时，杰瑞开始变得焦躁不安，甚至对他们大吼大叫。过了一会儿，杰瑞把车停在一个监控死角，再次将他们赶下了车，并告诫安博不要跑，等他5分钟。安博搂着2个妹妹，光着脚站在那里。他们看着汽车开走，直到看不见汽车尾灯，他才确认杰瑞已经走远了。随后他和妹妹们说，趁现在赶紧跑。
他们在黑暗中一路摸索，他们光着脚步行了大约15分钟后，看到了一辆汽车。安博以为是杰瑞回来抓他们了，他非常害怕，但随着汽车越来越近，他才确认那是一辆警车。根据安博的描述，警方很快找到了安博所说的杰瑞。他名叫杰瑞·海德格，1977年6月9日出生于佐治亚州，当时20岁。为了以防万一，警方将杰瑞的照片连同其他男子的照片一起让安博辨认。安博几乎是瞬间认定这个就是杰瑞。警方也因此锁定了嫌疑人杰瑞，同时他也有可能是4重谋杀案的罪魁祸首。杰瑞在全州范围内被通缉，警方还将杰瑞的通缉信息通过媒体向公众公布，希望能有目击者提供线索。很快，一名目击者来电称，在佐治亚州阿尔玛看到了杰瑞。阿尔玛正是发现3名女孩的地方。在得到线索后，2名警员立刻前往目击者所描述的地点。警方了解到，杰瑞的母亲就住在那附近，那是一所老房子，前后都有街道。当2名警员到达那里时，就看到一辆红白相间的面包车，他们来对了地方。巧合的是，杰瑞刚好走出家门，或许他不会想到警方这么快就找到了他。四目相对之后，杰瑞拔腿就跑。此时已是下午5点多，天色开始转黑。为了万无一失，警局加派了人手。几分钟后，数十名警员赶到现场，并开始搜查附近的房子，直到他们在一处破烂狭小的房子下面找到了杰瑞。他是被2名警员拖出来的。随后，杰瑞因涉嫌绑架和谋杀罪正式被警方逮捕。该消息也成为当天晚间新闻的重头戏。而直到此时，3个女孩还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当警员将她们送回家时，他们发现家里来了很多亲朋好友，其中不乏有多年未见的远亲和陌生的面孔。安博问爸爸妈妈在哪儿，在场的人竟然都没有说话，只有弟弟科里走过来说他们死了。安博完全不相信这是真的，但再看看这些大人的表情，他瞬间哭了起来。1997年12月9日星期二，丹尼尔斯家族的葬礼在里昂第一联合公会教堂举行，现场来了很多人。每个来参加葬礼的人在经过他们的棺木时，都会放一朵被亲吻过的玫瑰花。伍德牧师对泪流满面的会众说，我们再也无法听到金女士弹奏的乐曲，以及她在合唱团中的歌声。杰瑞在培根县立监狱接受了审问，他坚称与凶案无关，并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审问结束后，警方采集了他的指纹和 DNA 样本。由于警方目前所掌握的主要证据，除了安博的证词以外，并没有更多其他更有力的直接证据，想要指控杰瑞非常困难。就在这时，一通电话打破了僵局，来电者就是之前丹尼尔斯夫妇的好友瑞秋。他说，当他看到杰瑞被捕时的报道时，他才猛然意识到他见过这个人。瑞秋告诉警员，他之前经常去丹尼尔斯家玩，并且在那里见过杰瑞和丹尼起过冲突。金和丹尼都不想见到杰瑞，因为杰瑞和他的养女杰西卡发生过关系，并且他总是缠着杰西卡。警方有理由怀疑这就是4重谋杀案的动机。此外，犯罪实验室也有了新的发现。他们在从案发现场找到的烟头上提取到了 DNA， 他们确认窗台上取得的指纹与杰瑞的指纹相匹配，但要获得 DNA 的比对结果需要更多的时间。在此期间，警方出动60名警员，想要找到作案凶器。他们在杰瑞当晚的行驶路线附近进行了仔细的搜索，但始终一无所获。4个月后， DNA 的比对结果终于出来了，杰瑞的 DNA 和烟头上的 DNA 完全匹配。现在警方有了更为完整的证据链。在下一次的审问中，警方告诉杰瑞，如果在被起诉前认罪，则有可能对最终的量刑有帮助。杰瑞在与律师沟通后决定认罪，他将当晚所发生的事告诉了警方。杰瑞说，12月3日他参加了一个难产儿的葬礼，
这个孩子的母亲是杰瑞的女友18岁的玛丽，但他不确定孩子是不是杰瑞的。杰瑞因为这个事情而感到沮丧。那天晚上，他和参加完葬礼的朋友打了台球，期间还喝了很多酒，然后步行回到母亲家。当他听到家人们在讨论孩子的事，他感到非常烦躁，然后他就开着车沿着1号公路去圣诞老人找杰西卡。他使用花园里的梯子爬到浴室的窗户上，然后进入了丹尼尔斯家。他知道丹尼将武器放在哪儿。在拿到霰弹枪后，他先后射杀了丹尼尔斯家的4口人。他恨丹尼和金，当时他不断地扣动扳机，就像是疯了一样。之后他在慌乱中带走了3个女孩，并在车上侵犯了安博。1998年3月10日，检察官马尔科姆指控杰瑞·海德勒犯有包括4项谋杀罪、2项绑架罪在内的多项罪名，并决定寻求死刑。针对杰瑞的审判于1999年8月23日在沃尔顿法院进行。法官沃尔特·麦克米兰在庭审开始前指出，上帝不会饶恕任何人夺走他人的生命。尽管警方始终没有找到直接证据凶器，但检方所提交的证据已足以排除其他合理可能。辩方在庭审中指出，杰瑞在把女孩赶下车后，他回到家还跟弟弟一起玩了游戏机。期间他还询问弟弟是否杀过人，弟弟说没有。当时杰瑞表现得很亢奋，因此杰瑞可能存在精神疾病。而检方指出，杰瑞曾接受过3名心理学家以及精神科医生的评估，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杰瑞精神错乱，他的智力也处在平均值范围之内。1999年9月2日，陪审团只用了20分钟就做出了裁定，杰瑞的4项谋杀罪名以及其他被指控的所有罪名成立。最终，沃尔特法官宣判处杰瑞·海德勒终身监禁，数罪连续执行110年不得假释，并于第2天追加了死刑。杰瑞目前被关押在佐治亚州立监狱等待执行。金·丹尼尔斯因为童年的遭遇而对无家可归的孩子格外怜爱，甚至愿意奉献所有。可他不会想到，他自己的孩子也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